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佑陈议员、蓝轩小姐、唐湘龙先生、王宏伟委员、翁小玲委员、林涛议员。好，到底啊，这个美国去轰炸B2，到底效果怎样不同的讲法因为美国媒体啦、CNN 啊等等是说呢，效果有限了。那这个消息是从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不是 CIA， 不是这个 CIA 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那川普就很生气，我炸得那么有效，对我一炸以后，他们就和谈了，就停战了，然后呢，你还说我没效，就骂 CNN 跟纽约时报他们做的 fake news 假新闻就做的假新闻，而且还点名记者甚至呢这个骂这些记者说应该像狗一样被赶出去我讲话讲得很难听非常生气那到底炸到没有？另外呢，就是它的浓缩铀400多公斤的浓缩铀，到底运走了没有？那有的说来不及运走，那川普呢是说呢彻底被他毁灭了那伊朗现在也说他受到严重的毁灭。那伊朗讲这话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有可能真的毁灭了，也有可能呢没有假装被毁灭了，然后运走以后慢慢去发展徐图发展。大家都到现在为止，反正各讲各的话，因为一旦战争的时候，你谁的话你都听听就好。印度跟巴基斯坦打成那样子，我们看到的是歼十把这个标风打掉了，印度宣称他大赢啊，举国庆祝那 CIA 是说被严重摧毁了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我们不摧毁掉了，下礼拜要跟伊朗展开会谈呢。其实会不会会谈也没什么关系了，他已经都没有了嘛，都我们毁掉了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国防情报局说，只是让伊朗核计划延几个月而已，有的时候延几个月，有的时候延2年，有的时候延很多年但是呢 ，IAEA 就是这个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了他说呢，这个伊朗的科技跟产量还是一样的，因为核知识是没有办法抹去的。你就算打死他几个科学家又怎样呢？中国那个时候要发展核武。美国把前身等于是软禁起来，所有东西给你毁掉，书都拿掉，资料拿掉，回去没多久发展出为什么在他脑筋里所以呢，这就是核知识是无法抹去的所以呢 ，IAEA 还是说应该要重启对话了，让我们去查了。那伊朗已经宣布不给你查了他说我们已经要退出你们那个什么委员会什么计划啦，什么约定我们已经不给你查了。那川普是说，如果伊朗再重启浓缩铀计划，还会再打他再打他而且说我是打得非常成功，像当年对日本长崎、广岛，虽然我不想这样讲，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他说，就像当时投了原子弹一样好吧？那而且更严重的是，川普现在说因为纳坦雅胡有3个案子，包括什么这个都是刑事上贿赂、诈欺、背信，法院在审理这个川普就说，纳坦雅胡对以色列贡献这么大，你们还审理这种国家英雄，从来没有一个总理像纳坦雅胡跟我这样处得这么好，所以呢，你们不应该审判他要不然就不审判他，要不然就特赦他，还审判他这搞什么鬼所以呢，你们这就是嘲弄司法正义所以现在呢，我拯救了以色列，因为呢把伊朗这个核设施毁掉了，现在也叫我美国来拯救南太雅胡，英雄出现，以色列不要再审判，要不然就把他给放了。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在北约记者会上展现满满自信，确信以色列和伊朗将持续停战，而且美军成功摧毁伊朗的核设施。The devastating U.S. strike on Fordo destroyed the site'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rendered the enrichment facility totally inoperable. It was devastated. We're going to talk to them next week with Iran. 川普声称延后伊朗发展核武的能力至少好几年，甚至将这次的午夜重锤行动跟美军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促使2战结束相提并论。Look at Hiroshima, if you look at Nagasaki, that ended a war too. This ended a war in a different way, but
It was so devastating. 尽管川普认为德黑兰几乎已经没有能力发展核武，但美国情报单位却跟他唱反调。根据外媒报道，还有4名消息人士指出，一份美国内部评估报告遭到外泄。为了防止未来再次发生，川普政府打算限制和国会分享机密资讯。The commander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in a new video addressing the nation warning, quote, "Our fighters are ready, fingers on the trigger.If the enemy makes a mistake, they will be met with a firm and powerful response." 至于已经神隐1周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人到底在哪里？就在大家寻找哈米尼之际，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到访中国大陆，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期盼中方继续主持公道，为维护当前停火局面发挥更大作用。那向伦怎么看？那当然有没有我们当然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你从过去以色列对伊朗的情报工作做得这么的深入，在这场轰炸之后，我不相信以色列是没有情报的。以色列的情报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报？可能就在美国的 DAI 的手上。换句话说，美国的 DAI 去做那个判断，毕竟它是国防部的情报单位，那这是国防部去炸的。国防部对于自己炸的准不准，能有什么效果？我相信那个准头呢会比较精确。再来，伊朗的情报，伊朗的摩萨德可以无孔不入，基本上面以色列的摩萨德对伊朗的渗透基本上无孔不入的。我觉得爆炸完了之后呢，到底伤到怎么样的情况，应该是 OK 的。就是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情报判断呢伤害不严重。这个呢，应该可信度是很高的。第三个就是说，关键在于就是因为它没有辐射外泄的迹象，因为辐射外泄是骗不了人。那辐射外泄如果没有侦测到，表示起码那些的燃料铀，那些呢高浓度的这些的铀原料并没有被破坏，那个大概是有8到10颗的核弹头。的一个制造的400多公斤嘛，对，大概制造的水平。那你说我搬不走离心机，因为离心机大部分都是固定，而且非常笨重。可是400多公斤的东西我搬不走吗？美国都已经告诉你两周之内要动手了，我不管你会不会动手，我难道不会先搬移吗？那个算都可以算得到的。所以我搬走400多公斤的东西，不要说前一天拍到了许多的卡车呢，在那个坑道周围活动。400多公斤要搬走不难吧？一个男人扛100公斤的东西是可以办得到的。400多公斤，只要那些燃料又在，伊朗的杀伤力呢就还在。好，这件事情它其实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停火了，你听到川普说话里面呢有一句话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解读是错的。他救了以色列。他救了以色列，并不是那些的核武器被摧毁，核弹被摧毁救，而是如果他不出来，透过一个动作使得双方面停火，以色列是会被炸翻掉的。以色列基本上面它的空防体系的神话已经破了，就算呢大家说呢大概40%左右的，就是说伊朗的导弹的穿透力，可是伊朗的导弹的穿透力是越来越高，而且弹头的当量越来越大，甚至连子母弹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以色列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视频到这2天呢才陆续公开，因为在过去那12天的战斗里面，前面的5天你看到以色列非常高兴。大家还记得川普曾经公开讲过，你今天伊朗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投降，跟呢他当初呢对日本的要求一样。他很喜欢拿日本做比喻啊，丢核弹也拿日本做比喻，然后无条件投降也拿日本做比喻。可是你看到他讲完之后，剩下的那一个礼拜。几乎你看到的呢，都是以色列的遍地烽火，一片残破的样子。所以以色列如果川普不出手去挡住，以色列他目前已经是他建国以后被炸得最惨的时候。如果再继续轰炸下去的话，以色列内部的反弹情绪会非常常高。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情况显示，我认为伊朗在这一波的12天的作战里面，它留给以色列、留给美国是更大的悬念，因为每个对于核武器了解核武器的作为战略使用，它的基本的条件是2个，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核弹头。
第二个，你要有精准的远程的投送能力。而这一次呢，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里面，伊朗已经证明了我有远程投送能力。剩下的就是我在那个投送的那些导弹前面装的是什么？那如果你没有摧毁我的制造核弹头的能力，有一天我前面装的是核弹头的时候，那伊朗跟美国就有大麻烦了。我基本上看你看什么媒体了，你看 CNN 的话觉得美国赢了，如果看半岛电视台是伊朗赢了，看 CNN 的是以色列赢，美国赢，但是半岛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拍摄、不同的画面啊。川普说普丁啊，俄乌战争停吧，他说呢。因为他跟泽伦斯基见面了50分钟，昨天在北约考虑呢说记者问啊，这不是他讲的，就是你会不会卖爱国者飞弹给乌克兰？那川普说也许会卖一些那我们自己呢其实也不够了那美国有需求那我们也给以色列了所以呢乌克兰要好吧，考虑给一些，那我认为那是应付记者会怎么样不知道了泽伦斯基呢这个说应该把普丁拿来审判。所以我认为俄乌要停火看起来蛮难的，泽连斯基每天说要把普丁当战犯来审判，那普丁怎么跟他停呢？那而且呢说欧美关系就是抗俄的关键我们要抗俄就要靠欧美我自己是不行的，不够的那另外呢，北欧现在尤其现在新的这个秘书长那吕特他一直在这个拍川普的马屁了那他现在决定，他们欧盟昨天开会说，2035年呢 GDP 国防要占 GDP 的5%，那当然西班牙就第一个反对了，西班牙是受不了了那5%，不过话又说了，这5%不是现在说，是2035年，现在是2025，2035川普也不在了，欧洲变什么？而且现在开北约会议这些领袖，大概2035也都不在了，反正先开个支票让川普高兴，因为川普威胁他们呢。你们如果说这个不提到 GDP 的话，我美国不援助你了。我现在欧洲有欧盟，我有5万军队但我都撤走，你们自己付钱了。所以欧盟想，哇，这5万军队那个薪水什么费用很高，继续叫川普留下来吧。其实我觉得继续捐钱给我们，我们愿意，但是10年以后然后这5%里面的只有3.5%是真的军事国防，其他的1.5%呢是什么网络安全啦，什么其他的这个什么这个资讯安全啦、基础设施维护等等，我觉得也在混川普了。川普现在不管，川普只要说你们同意我就赢了。川普飞机去炸这个伊朗的核设施的时候，飞机还没有回来，他就打电话给纳坦雅胡了，说停战吧，就是他只要出重拳，然后很快的回来，我赢了。就是他然后呢，这个北约秘书长怎么会叫川普爸爸呢？川普说得意，他很喜欢我，称为爸爸。那这个吕特呢，赶快去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这样讲他说呢，这个我只是呢，因为呢，川普说以色列跟伊朗像2个小孩在打架一样先让他们打2-3分钟，我再劝开。所以呢，吕特就是说，对，有时候爸爸呢要说重话了所以欧洲媒体就说吕特叫川普爸爸，但是吕特说我没有这样讲我没有叫他爸爸，我只是比喻了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呢，这个很好因为呢他喜欢我我觉得他很喜欢我如果他不喜欢我，我会让你知道我会回来这里，然后打他川普说呢，这个打去的说呢，这个爸爸你是我的爸爸，这是吕特呢说充满感情的表达方式，叫我爸爸高兴的要死我们看一下川普跟泽伦斯基的会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趁着北约峰会，在荷兰海牙与美国总统川普见面。自战争爆发以来，就一直以绿色西装示人的泽伦斯基，这次罕见的穿上了黑色西装，就连川普也很意外。随后，两人展开了一场近50分钟的闭门会谈。川普表示，除了计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以外，也承诺会帮助乌克兰结束战争。Because it's more difficult than people would have any idea. Vladimir Putin has been more difficult, and it's been more difficult than other wars. 同时，川普还打算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飞弹。We're going to see if we can make some available. They're very hard to get, they're very effective, 100% effective.
川普这回出席北约峰会备受礼遇，在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同台时，讨论以色列和伊朗，就像是在操场上打架的小孩。吕特一句话却引来争议。此话一出，马上引发抨击，认为这根本是在拍川普马屁。吕特急忙澄清，爸爸只是比喻。北约盟国几乎全数同意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5%，唯独西班牙说不。I think Spain's terrible what they've done. They want to stay at 2%. I think it's terrible. 川普扬言，未来将亲自与西班牙谈判贸易协议，要让他们付出更多。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这次啊，因为美国调了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到中东，所以当然就有人想说啊，这个时候呢，老共呢就趁机打台湾。我说不会了，不可能了哈。但是他们都要这样讲嘛，表示很危险。那到底会不会引起亚太地区的这个担忧？美国海军说不会，很快就可以调到印太的部署啊。那其实因为这次中东危机很快就解决了，否则如果真的那边要发动战争哦，那就很难讲哈。那所以呢，到底有多快可以调派部署啊？讲当然要这样讲嘛。那另外呢，日本现在很怕，其实日本就台湾真的是很勇敢，勇敢的台湾啊，台湾不太怕哦，真的，大家反正或是怕也没用，日本就很怕哦。就像在欧洲来讲呢，这个俄罗斯一有风吹草动，欧盟就吓得要死。但是呢，我们不怕，日本怕，所以日本呢，现在第一次在它本土试射88式反舰飞弹，就是说呢，你不要搞我日本也可以这个反你们的舰啊。那另外呢，这个居民抗议，居民说我们日本好，你们干嘛这边试射飞弹呢？以前日本第一次从来没有在那边试射飞弹所以呢，居民就担心这个紧张是不是加剧而且实际上呢，这个日本他们在这个演习啊，说规划撤侨啊，怎么撤，其实规划的非常的详细的非常的这个细密的那林芳正说呢，日本说我们你不要看林芳正你以为是林玉芳不是林芳正，林芳正说呢说我们呢是不针对特定国家我们呢，这个因为以前日本自卫队都是在海外进行发射训练，是在美国发射训练。那这次呢，这个在日本本土所以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呢就讲说呢，林芳正说呢，这有助于我们部队有更加多训练的机会，在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之中，提升我们的能力等等其实剑指就是指中国大陆了我们看一下。美国参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针对2026美国海军预算举行听证会，因应伊朗和以色列冲突，美国调派3个航舰打击群到中东，包括原本在南海的尼米兹号。议员关切，这可能让印太地区对手有机可乘。美国海军代理作战部长基尔比表示，美国海军可以在短时间内回防。基尔比和美国海军部长费兰以及美国陆战队司令史密斯都认为，中国是美国主要竞争对手，在印太地区迅速且让人忧心的扩张军力，在有争议的海域采取日益挑衅且具攻击性的行动。估计到2030年，中共将有将近1000枚核弹头，而相当大的部分会部署在弹道飞弹潜舰上。车载发射装置瞄准大海方向，88式地对舰飞弹发射升空。日本陆上自卫队24号在北海道首度在日本境内进行地对舰飞弹的实弹演练，外界认为这是为了进一步遏制中国对外扩张。このような国内における実射訓練は、より多くの部隊の訓練機会の確保につながるものであり、厳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の中、島しょ部などの防衛に必要な能力の維持向上のために極めて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虽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强调，这次陆上自卫队所做的飞弹射击演训，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地区，但日媒北海道放送报道，演训当天有许多当地民众跑到营区附近抗议，担心更多军演会恶化亚洲的紧张局势，将他们卷入战争之中。反正就是说，原来美国把俄国当成最大敌人，但俄国现在看起来已经不行了至少没有像以前那么强了。打一个乌克兰打了3年多，打成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枪打出头鸟。现在呢，美国你看，包括他们的军方讲的都是中国这威胁最大，中国威胁最大来，洪伟怎么看？其实一个国家军力再强他最怕就是被牵制。那所以在中东发生战争之后呢，其实在台湾，其实国际有些学者专家就非常担心，如果中东战争它那个延续的比较久的话，那牵制了美国。那假使中国在这个时候在台海、南海有任何轻举妄动的话，那美国有没有力量能够把它战线延长？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以巴战争呢，是12天就结束了。可是你说这一定会完全结束吗？因为说实在，从川普上任之后，他本来说他上任24小时之内俄乌战争就会结束了他那时候夸下大话。那现在呢，根本就已经完全的跳票。那至于就是中东地区呢，也发生了几十年来没有发生的战争，不管是这个以加之间，或者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所以现在暂时看起来是停火了。但是这个停火到底是一个暂时性的，还是一个永久性的停火？老实说，我想那个川普也不一定有把握。好，那所以就回到这个印太地区来。那当然，今天看起来呢，这个美国立刻就说要安这些印太盟国的心说放心，现在呢，这个中东战事稍稍平息，我们会很快的立刻再重新部署在印太地区，你们不用担心那我看到《自由时报》也立刻做到这个版头吧，也是来安定民心的。那但是呢，美国的航母是11艘，那美国航母还有它在自己的本土的附近，所以如果说在全球的战事，第一个俄乌战事有结束吗？没有结束啊。那中东之间中东的这个情势有完全的平息吗？也没有完全的平息啊。然后不然你想那个北约的那个秘书长为什么要叫这个川普 Daddy 呢？要讨他的欢心啊，对不对？那也一定是担心嘛。如果今天都很陈平，他干嘛要叫川普 Daddy 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不管是各个地区，事实上对于国际的经济情势都是担心的。那所以我想日本这次因为它是第一次在本土做这个地对舰从陆地对这个海中，它有一个海中的无人靶这个来射靶。那当然，日本也会担心。日本担心什么呢？因为确实中国大陆在这几年，那么它的航母呢也一直会通过这个就是已经通过第2岛链了啦，而且在那个宫古海峡也常常这样一直穿越如入无人之境那对日本来说，他当然会担心。所以日本一方面告诉大家说，哎呀，其实呢，我这个演习啊，我这个试射没有针对任何国家。你不针对中国，你请问你要针对哪一个国家？我也不晓得那无论如何呢，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提高警觉，就是全世界呢都不平静。全部都不平静。那对于台湾来讲，也许我们下一趴就讲到这个7月份，7月份汉光演习重头戏来了尤其我们这几都那么而且大家可能随时，你不要以为是教招2万多人可能随时你在这个商场里面或什么，你就立刻要开始要做整个的演习。所以我想这种一触即发、这种紧张对峙的情势，我想短时间是不会消除的。是其实日本这个确实是对于就是中国大陆他们近期一直常常会进入到日本的海域，还有就是这个航母等等的在环着这个钓鱼台那边，其实他们都感到那个威胁。那么特别还有就是还有这无人机中国的无人机其实也是这个对于日本的这个领空其实也会造成某一种情况的这个威胁。所以日本它现在对于大陆的一举一动他们都
都小心翼翼。那么尤其是一直都有传言，是不是2027年这个中国可能会对台湾有发动战争，所以他们这个很早之前就已经提出台湾有事，那日本有事，所以已经尽早就在做准备了。那我记得他们在3月的时候，其实日本政府就已经有提出了一个这个像冲绳应该是叫做什么与那丁岛那边的居民的撤离计划。那他们前2天基本上又在提出了，就是说他们会在宫古岛市还有与那丁等等地方要新建避难所，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已经都在准备。万一发生什么事的时候，那日本要怎么办？所以包含就是发射这个88式的反舰飞弹等等，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做一个准备，就是很多事情他们不会直白的讲，但是未雨绸缪。那我觉得这是日本人的性格，什么事情都是提前要做好准备。可是反观我们台湾呢？看看人家日本多么担心台湾有事，但是台湾好像这已经是无感了。那明明就已经是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赖清德政府好像完全无感，然后也不在乎说真的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不仅是伤及到我们台湾，还有波及到我们周围的国家。但是他现在还在搞这个大罢免所以我觉得相对于日本的动作，日本的这个提早预防去因应各式各样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赖清德实在是做得有够差。徐小姐回来。